今天挖掘一下未来5到10年，哪些行业可能正站在一个爆发的前夜？这份资料挺有意思的，它不只是画个蓝图，更给出了一个核心的判断，就是说一个行业的爆发往往需要2个点。对，一个是巨大的需求被卡住了，同时呢，技术正好能解决。正是这个逻辑，这个逻辑贯穿了全文。你看，当一种需求因为成本啊、效率啊或者各种限制吧，满足不了的时候，一旦有个技术它突破了这个瓶颈，那市场反应会非常快。就像当年智能手机替代功能机，就是这么个过程，很典型。完全正确。所以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一起来梳理一下这篇资料里点出来的6个有潜力的行业，看看他们各自卡住的需求到底是什么，技术又突破到哪一步了。当然，更重要的是，这对你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准备好了吗？我们就开始吧。第一个领域，咱们先聊能源，可再生能源。资料里说，这已经是必须要做的事儿了。听起来，这个能源的需求卡脖子问题好像挺严重的。非常严重，可以说是2个方面吧。一方面是，你看我们用电需求增长太快了，电动车、智能工厂、数据中心，哪个不是耗电大户？现有的火电系统，说实话，在供应量和环保压力上都快跟不上了。夏天限电的新闻确实不少。对，这就是信号。另外一方面就是能源安全，我们石油、天然气那个对外依存度不低，所以发展我们自己能控制的，像太阳能啊、风能，这就成了一个必然的选择。这就是被卡住的那个需求。那技术层面呢？怎么解决的？特别是太阳能、风能，它不是不稳定吗？所谓靠天吃饭。对，技术突破就是关键了。首先，太阳能电池板本身，你看它的效率，10年间几乎翻了1倍啊！哇，但成本呢，降了80%还不止。这个厉害了。这就意味着发电成本大大降低了。其次，也是可能更关键的，就是储能技术的进步。储能？对，各种大型充电宝就是储能电站嘛，它正在解决靠天吃饭这个问题。而且你看，储能的成本也在快速下降，这就让晚上用白天太阳能发的电这件事，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可行了。那资料里还提到了钙钛矿、太阳能板，还有那个核聚变，听着更前沿一点儿。钙钛矿，可以看作是下一代太阳能材料的潜力股，它更轻、更薄，效率可能更高。但是稳定性，就是怕水、怕热，这个还是个挑战。资料预计可能5年内吧，有希望实现量产。那核聚变呢？终极能源。对，核聚变被称为终极能源。你想啊，原理跟太阳一样，燃料刀在海水里多的是，几乎无限，而且绝对干净。听起来很完美。虽然离商业化还有段距离，可能10年、20年，但近期的突破，像美国那个首次实现净能量增益，意义非常大，证明原理可行了。对，人造太阳高温运行时间也破了记录，这些技术都在朝着彻底解决能源瓶颈去努力。明白了，所以能源是基础。那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这里面有什么能摸得着的机会吗？资料里指了几个下游环节，比如说，你看现在农村屋顶还有工厂房顶装光伏越来越多了吧？确实。那安装还有后面的维护，这个需求肯定是持续增长的，相关的技术服务岗肯定有机会。安装维护。对，还有就是储能电池，特别是电动车淘汰下来的那些电池，怎么回收，怎么搞梯次利用，比如用去做储能，变废为宝。对，这就需要电池检测、回收处理这些方面的人才，现在也是紧缺的。好，能源的突破，特别是电子技术的进步，感觉直接就关联到我们下一个要聊的领域了——新材料。资料说，很多新技术的瓶颈，说白了就是材料瓶颈。完全正确，就是这个道理。你想想，我们每天用的东西，手机那个柔性屏 OLED 吧，运动穿的速干衣，这些背后全是新材料的功劳。未来像电动车的续航里程、机器人的灵活度，甚至芯片的性能，能不能再提升，很大程度上就看新材料能不能突破了。老材料不够用，就是这里的核心卡点。那具体哪些老材料不够用了？能不能举几个例子？最典型的就是电动车电池。
现在用的比较多的3元锂电池，它里面要用到钴。对，这个东西又稀有又贵，所以整个行业都在找出路，想替代方案。比如无钴的磷酸铁锂电池现在已经很普遍了，还有性能更好，据说也更安全的固态电池。固态电池，对，这里最核心的技术难点就是怎么研发出合适的那个固态电解质新材料，材料得突破。电池是个大头，还有其他的例子吗？还有啊，比如我们刚才聊的太阳能，传统的晶硅材料，它的光电转换效率快到天花板了。那就需要像钙钛矿这类新材料来进一步提升效率。还有人机人，你想让它更轻巧、更灵活，能进家帮你干活，那肯定不能像工厂里那种傻大黑粗的钢结家伙吧？对，得柔性一点。是的，这就需要柔性复合材料，比如硅胶加上碳纤维什么的，这样才能摆脱传统工业机器人的那种笨重感。这些都是被现有材料限制住的需求。了解了。那在新材料这个领域，机会方向明确吗？资料重点提了3个方向。第一个就是电池相关的新材料，刚才我们说了固态电解质啊，还有什么磷酸铁锂这种新的正极材料啊等等。第二个是轻量化的复合材料，让东西更轻更强。汽车用，飞机用，高铁也用。比如用碳纤维给汽车减重，车轻了，续航不就长了吗？对。第三个是生物医用材料，就是用在修身体上的。修身体？对，比如3D 打印器官要用的那个生物墨水，还有种植牙，现在用的钛合金，价格下来不少。还有像伤口敷料用的水凝胶什么的。你想，中国老龄化，每年多少人需要种牙？这个需求是巨大的。这个领域听起来技术门槛相当高啊，普通人要怎么切入呢？确实，搞研发呢肯定是投入大、周期长，所以资料的建议是，普通人可以多关注材料的应用端和测试端。应用和测试？对，你想啊，新材料研发出来了，总得有人去测试它的性能吧，做质量检测吧。那相关的工程师、技术员这方面的岗位需求肯定会增加。或者你可以关注那些用了新材料的下游产业，比如新能源汽车的维修保养、医疗器械的使用和推广等等，从应用端入手。了解了。所以新材料是硬件的基础，机会可能更多在电池、轻量化和生物医用这些方向的应用和测试环节。好，聊完硬科技，我们来看看金融。资料提到了 blockchain 和 DeFi， 也就是去中心化金融，他们的目标是让金融更普惠，不是要颠覆银行。对，资料的观点是互补而不是颠覆。这里的需求卡点主要是传统金融服务的门槛太高，效率有时比较低，而且还不够透明。你想，全球还有10几亿成年人连银行账户都没有，还有那个跨境转账又慢又贵，对吧？是的，体验过手续费不低。对 ，blockchain 呢，它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公开透明的，而且难以篡改的记账技术，它正好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那它具体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呢？比如说 DeFi 去中心化金融的应用，理论上它可以让任何能上网的人用很低的门槛去参与一些借贷、理财这样的金融活动，降低门槛。对，同时用 blockchain 技术来进行跨境支付，它可以绕开很多中间环节，实现几乎实时的、成本很低的资金转移。速度快，费用低。是的，而且因为交易记录都在链上，公开透明，也能减少一些暗箱操作的可能性。听起来挺好的。那这些应用现在落地情况怎么样？是概念还是已经能用了？已经有一些实践了，比如有些大公司尝试用 blockchain 给供应商付款。还有一些稳定币，像 USDC 被用在跨境电商支付里。一些 DeFi 平台，像 Aave、Compound 这些，也积累了不少的用户量和锁仓资金。还有 NFT 作为数字资产确权的一种方式，也搞出了不少的动静。对 ，NFT 前2年特别火。是，但这里我们必须强调风险，资料里也是反复提醒。对，风险这块确实得说清楚。没错，首先就是那个加密货币，比如比特币，价格波动太剧烈了，普通人把它当投机品，风险极高，非常不建议。心脏受不了。对，其次，市场上有很多打着 DeFi、NFT 旗号的骗局、资金盘，需要有非常强的辨别能力。
一般人很难分清。这个确实。此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监管。各国的政策都不一样，而且在不断变化。你用了一个不合规的平台，可能资金就冻结了。那综合来看，对你来说，如果对这个领域感兴趣，建议是什么？资料的建议非常明确，远离投机炒作。远离炒币。对，如果你真的对这个领域感兴趣，应该把焦点放在技术本身，或者那些合规的、有实际应用场景的层面。比如去学习区块链的技术开发，或者研究智能合约的安全性，再或者去从事一些合规金融科技产品的运营分析工作。这些方向相对来说，更稳妥、更靠谱一些。明白了，金融科技潜力很大，特别是在提高效率和普惠性方面，但风险非常高。机会在于技术运用，而不是投机。好，下一个，医疗生物科技。资料的关注点好像从治病转向了健康和修复。正是这样，这个转变的驱动力主要来自2个方面。一是人口老龄化。你看中国现在60岁以上的人口快3个亿了，慢性病管理、康复、器官移植这些需求非常大，但是现有的服务和技术还跟不上。比如器官移植，那个供需缺口太大了。的确。二是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大，很多人亚健康，然后对癌症啊、遗传病啊这种东西特别焦虑，他们需要更好的预防手段，或者更早的筛查，这也是现有医疗还不够完善的地方。这些都是被卡住的巨大需求。那技术上怎么来应对这些需求的？听起来都挺有未来感的。技术突破确实非常值得期待，比如基因编辑技术，特别是那个 CRISPR-Cas 修法，它就像一把超级精准的基因剪刀。听说过。它可以直接去修复那些有问题的基因。现在已经有用于治疗像镰状细胞贫血这种遗传病的疗法被批准了。已经能用了吗？对，在特定级别上。未来甚至可能用于预防某些癌症，比如修复已知的那些缺陷基因。当然，这里面伦理问题也得讨论。还有就是3D 生物打印，虽然说打印一个完整功能的、能移植的心脏什么的，还需要不少时间。对，这个好像还比较远。但是打印像皮肤组织，用来治疗烧伤，或者打印一些微型的肝脏，用来做药物测试，加速新药研发，这些已经可以实现了。长远的目标肯定是解决器官短缺的问题。还有智能假肢呢？智能假肢的进步也很大，它不再是简单的机械了，而是可以通过脑机接口来控制。意念控制？有点那个意思。而且它还有sensor，能把触觉信号反馈给大脑，让使用者感觉更知识，能做到弹钢琴、做饭这种精细活儿。哇，那太厉害了。不过这些技术听起来都非常尖端啊，普通人的机会在哪里？资料认为呢，机会更多的还是在服务和应用这端。服务和应用？对，你想，随着基因检测越来越普及，那总得有人来解读报告吧，给用户提供个性化的健康建议吧。这就需要基因检测咨询师。还有，用了这些新技术之后，比如换了智能假肢，或者移植了新器官，需要康复训练吧？对，康复很重要。那帮助患者适应的康复治疗师需求肯定会大增，尤其是在2、3线城市可能更缺。还有就是操作那些3D 生物打印设备的，做质量控制的技术员，这些也都是实际的岗位。所以即使是在这种高科技的医疗领域，普通人切入的点可能还是在上下游的服务和技术操作岗位上。对，是这个意思。好的，那我们来看第5个，人工智能 AI。这个话题现在太火了，但也特别容易被误解。资料首先强调 AI 的核心不是取代人，而是辅助人。对，这个观点资料里是反复强调的。AI 的目标是把人从那些重复性的、机械性的、没什么创造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让它成为我们处理信息甚至进行创造的一个强大助手，一个工具，而不是要来抢我们饭碗的对手。这个定位很重要。是的，它替代的更多是某些任务，而不是整个职业。那未来 AI 会在哪些方面爆发呢？资料指出了几个比较明确的趋势。
第一个就是生成式 AI 的全面爆发，就是现在很火的 ChatGPT 这种。对，类似从帮你写文案、画图、做视频，到辅助你写代码、搞产品设计，AI 正在变成创造过程中的一部分。第二个趋势是 AI 跟物联网的结合，也就是 AIoT， 让我们的生活环境，比如家、办公室，甚至整个城市都变得更智能，更能主动为你服务。智能家居、智慧城市。对，第三个是 AI 深入到各行各业里面去优化生产、管理、研发这些环节，降本增效。这就是所谓的产业智能化。制造业用 AI 指荐，农业用 AI 搞精准种植，教育用 AI 做个性化辅导等等，应用场景非常多。那么，对于我们这种不写代码的普通人来说，怎么参与到这股 AI 浪潮里去呢？机会在于学会怎么用 AI， 怎么跟 AI 协同工作。用 AI。对，比如现在有个新词叫 AI 提示词工程 （Prompt Engineer），听说过。它的核心能力就是懂得怎么给 AI 下达清晰准确的指令，引导它生成你想要的高质量结果。说白了，就是会提问，把需求说明白。对，还有你可以利用市面上各种 AI 工具去做内容创作，比如用 AI 剪辑视频、做数据分析、做营销策略等等，成为一个 AI 工具的应用专家。甚至你可以去参与 AI 产品的测试和反馈，比如测试智能音箱聪不聪明，哪道路线合不合理，教育软件好不好用，找出问题，帮助改进，这也是一种参与和贡献。关键在于拥抱 AI， 学会和它一起工作。好，最后一个领域了，太空旅游。这个听起来，最酷，但也好像最遥远。资料说它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来得更快。是的，这么说的主要依据是技术突破带来的成本急剧下降。成本？对，就是那个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你看 SpaceX 的猎鹰9号，通过回收复用，把单次发射的成本据说降了90%以上。90%？对，这一下就把那个最大的需求卡点，价格再高，给解决了很大一部分。成本下来了，市场需求自然就可能被激发出来。那现在都有哪些可行的太空旅游形式了？价格真的在降吗？主要可以分3个层次吧。最入门级的叫亚轨道飞行。亚轨道就是飞到大概100公里高的太空边缘，体验几分钟失重，看看地球那个弧线，整个过程可能就10几20分钟。像蓝色起源、维珍银河搞的就是这个。这个价格呢？价格已经从最早的几十万美元降到现在的10几万美元了。资料预测5年内可能就能降到10万美元以内，这差不多就进入一些奢侈品的消费范畴了。听起来近了一点。再往上呢？再进一步就是轨道飞行，这个是真正进入地球轨道，大概400公里高，可以绕着地球飞，甚至去空间站待几天，体验真正的太空生活。这个贵多了吧？目前还非常贵，得几千万美元。但是未来随着商业空间站的建成，比如像 Orion Span 这种，价格有望大幅下降。最远期的那就是月球旅行了，绕着月球飞一圈。哇，月球旅行？对 ，SpaceX 的星舰就在计划这个，但这个目前还是天价，而且还在测试阶段。所以太空旅游看起来真的不只是亿万富豪的 game 了。那它会带动哪些相关的产业发展呢？不只是造火箭吧？当然不只是造火箭，这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太空经济生态圈。你想啊，除了火箭、飞船制造，还有大量的地面服务需求。地面服务？对，比如游客去之前的身体检查、实重训练、行程规划定制、太空服定制，回来之后的康复服务等等。相关的，比如太空纪念品的设计和销售，甚至还有什么太空葬礼、太空邮票，还有太空葬礼，有公司在做。更长远看，太空那种微重力、高真空、无菌的环境，可能会催生出新的制造方式和农业模式，比如在太空种菜，或者制造地球上很难生产的高纯度材料、特殊合金什么的。太空农业、太空制造，那普通人的机会呢？除了自己花钱去当游客，地面支持系统就需要很多人才啊。比如说，专门给客户解答疑问、预定行程、安排训练的太空旅游顾问。顾问。还有回收下来的火箭需要检查维修吧？那相关的航天工程师或者技术员肯定需要。
还有设计那些太空主题的纪念品体验项目也需要设计师，这些都是很实际的岗位。好了，这6个领域我们大致梳理下来了，你会发现它们其实不是孤立存在的。对，感觉是相互关联的。它们更像一个相互依存、共同演进的生态系统。你看，可再生能源是提供动力的基础，新材料是构成硬件的骨架，金融科技像血脉一样提供资金流，医疗科技保障我们人的能力和健康， AI 像是优化决策的大脑，而太空探索则是拓展的新疆域。这么一说就很清晰了。所以对你来说，关键可能不是去猜测或者压住哪个行业一定会赢，对，而是看清楚这个大的发展趋势，然后找到自己在里面能做的、擅长的那个位置。是的，比如你喜欢跟人打交道，沟通协调能力强，那可能像咨询、运营，或者我们刚才提到的提示词工程这类岗位可以多关注。你要是动手能力强，喜欢操作设备，那可能像设备维护、技术操作、质量检测这些方向更适合你。如果你富有创意，喜欢创造新东西，那可能设计、内容生成这些领域就值得去探索。就像资料最后也提到的，未来的机会是属于那些愿意持续学习的人。对，你想，10年前的移动互联网，谁能想到会改变我们这么多？今天的 AI、太空技术看起来可能还有点远，但也许5年、10年后，那些抓住了机会的人可能就在我们身边。所以保持好奇心，不断更新自己的认识和技能，这个可能比什么都重要。对，最后呢，也留给你一个可以思考的问题吧，就是当所有这些技术、能源、健康、信息服务，它们融合的越来越深，变得高度个性化之后，甚至可能 AI 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自处呢？在这样一个技术加速迭代的未来，我们说的消息灵通或者拥有真正的洞察力，又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好的，这次基于你提供的资料所做的深入探讨就到这里了。希望我们对这6大潜力行业的分析和梳理，能为你打开一些新的思路，带来一点启发。也感谢你的收听，非常鼓励你带着我们最后提出的那个问题，继续去思考、去探索你特别感兴趣的那个领域。